地球突然停止自转5秒钟，然后再恢复转动，那我们的世界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那是不是听着要比之前视频里说的地壳变迁、火山大爆发什么的要安全很多，对吧？但实际上这个才有可能是最大的灾难。那首先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人认为地球自转一圈的速度是24个小时，但实际上地球的自转周期是23小时56分4秒，那这个叫做恒星日。而我们认为的一天有24个小时，是因为地球它在转动的同时，还要用一定的速度去围绕着太阳公转，而且每转一圈的过程里都需要沿着轨道再前进一小段距离。那也正是因为这一小段距离，才让我们从地球上看太阳的位置需要延迟4分钟才能回到原位。那这就是我们认为一天有24个小时的原因。大家好，今天聊地球停止自转会发生什么。那从表面上看可能我们会感觉地球自转的速度很慢，但如果这个速度换算成我们能理解的单位，它可能会吓你一跳。那比如在赤道附近的地区，地球表面的自转线速度差不多是每小时1670公里，非常轻松的就超越了音速。但随着纬度的升高，在靠近2极的时候，那这个速度还会一点点的慢下来。比如像在东京或者韩国的大邱，那这些城市它的北纬都在35度左右，所以每小时的自转速度大概是在1370公里左右。那如果在北极这种北纬在90度的地区，那地面的基本线它是不会移动的，也就是说自转的速度等于0。但就算是这样，地球表面大部分地区它的自转速度还是可以轻松的就超过音速。但你可以想一下，像地球这么庞大的天体，如果想要维持超音速的转速，它到底需要多么巨大的能量？但更神奇的是，这种能量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那这里就要说一下，在宇宙的环境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物理法则，叫做角动量守恒定律。那这是因为差不多在45亿年前，地球出生在一团围绕着太阳旋转的尘埃和气体云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物质在引力的作用下开始慢慢的聚集，也就形成了最早的原始星球。但随着它的质量变大，引力也在变大的同时，就开始吸引了更多的天体碎片撞向地球。但这些物质它并不是从正面撞上来的，而是从一个倾斜的角度撞击的，也就是不断的从侧面撞击的这种力量，让地球的自转速度开始变得越来越快。就比如像我们用手指转篮球一样你不断的从一边拍打它，它就会旋转的越来越快。但如果从反方向拍打它，那它的转速就会慢下来或者停止。而地球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就是角动量的来源。也就是根据角动量守恒定律，在没有外力的干扰前提下，这种自转会一直持续，并且它不会消失。而地球现在的转速就是几十亿年前被无数的碎片撞击后的结果。所以如果想让地球在瞬间就停止转动，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借助外来的力量。比如让直径差不多在2400公里的冥王星，用每秒70公里的速度从地球自转的反方向撞向地球的赤道附近。那如果从理论上来说不考虑冥王星的自转，单单就这一下就可以让地球的自转完全停止下来。那如果想让地球在5秒钟之后继续转动的话，就可以让冥王星再用完全相同的速度和角度从反方向再这么来一下就可以了。但问题是，如果真的这么撞2下，那地球上大概率也就不会再存在生命了吧？那现在来看一下，地球在停止自转的瞬间会发生什么？那首先根据惯性定律来说，地球表面的一切东西，包括人、房子，甚至空气或者水，都会用地球原本自转的速度猛地向东的方向飞出去。就用刚才说的韩国大邱来举例那它的自转速度是每小时1370公里。那这就好比你正在坐一辆时速1370公里的汽车上，突然它来了一个急刹车，那你可以想一下这种被抛出去的感觉是什么样。而且现在说的它不光是人，而是地面上所有的东西都逃不过，包括高楼大厦、桥梁、海水都会瞬间的被扔到天上。但是在高纬度的地区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它自转的速度就非常慢嘛。那比如世界上最北的城市，北纬78度的挪威朗伊尔城，那它的地表自转速度差不多是每小时350公里。那这个速度它虽然比赤道慢很多，但也超过咱们坐的火车了吧。
也就是说啊，它同样可以把一切都扔到天上。那这里说的一切啊，它也是包括空气的，因为空气它本身也是有质量的，也是需要遵循惯性定律的，所以空气会在这个速度下变成可以摧毁一切的龙卷风，横扫全世界。那如果你是靠在海边的话，就等于突然吹起了每小时1370公里，也就是每秒380米的大风。而人类从有史以来能记载的最大风速也没有超过每秒钟125米，所以才说这一次的龙卷风，它可以瞬间的就让全世界所有的城市变成废墟。那就在你以为这一切都要结束的时候啊，不要忘了还有大海呢。因为大量的海水会以高于静止的速度从西边冲向东边，那这种巨大的海啸可以淹没所有的陆地。那就在自转停止的5秒钟之后，原本每小时1370公里被扔到天上的一切，它会在差不多再飞出去几公里之后，在瞬间的被反方向的力量再一次的给扔到天上。包括水跟空气也是一样的，就比如我们在水池里来回摇荡的时候，哪怕你已经停止晃动了，那池子里的水是不是还会继续的来回晃悠？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就代表海啸会这么来来回回的一直持续，而且每一次都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但说实话，可能人类根本就坚持不到海啸的降临，因为在被超音速的急刹车甩飞之后，紧接着就是前所未有的龙卷风。那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能存活下来的可能就只有3种人。那首先，原本他就生活在高纬度的地区的人；那其次就是生活在南极附近的科考人员；那最后就是住在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因为他们可以在太空上亲眼的看见地球正在经历的灾难。但就算有人可以侥幸的躲过这一切灾难啊，他也会因为没有长期的资源补给，不能再继续的维持生命。而最可怕的就是在地球的自转被打断的这5秒之内，还会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大地震，包括火山爆发这些地质性的灾害。所以才说啊，就算你能侥幸的在最初的几秒钟活下来，那也会因为这个世界的崩溃而走向灭亡。哪怕是让地球停止自转5秒钟带来的破坏，也不是我们能够承受或者想象的。那甚至像在北极或者南极这些地理环境极端的地方，它的冰层下面还会出现大量存活的细菌。那随着时间流逝，这些细菌可能会慢慢的进化，再扩散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或者进化成有高级智慧的生命体。那没准也可以变得像人类一样聪明，这可能就是下一个文明的开始。最后，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在大自然的面前还是一样的无足轻重，所以一定要爱护脚下这颗星球。